最近一段时间来，网络上不断出现令人难以想象的泰国警察的不良新闻，大多数发生在自媒体上面，小部分在传统媒体也会出现。其中最让人不可理喻的有几个：一、特别调查部负责人 Trarit Tamhan 因涉嫌 DSI 官员和警察勒索贿赂而被突然调职，随后释放了11名中国嫌疑人。这些嫌疑人被发现躲藏在曼谷的一处房屋中，该房屋曾被瑙鲁总领事占用。据称，参与搜查的警察和 DSI 官员勒索了约950万泰铢的贿赂，以换取被发现藏匿在该处所的11名中国公民获释。当时释放11名中国犯罪嫌疑人是为了换取当场缴获的550万泰铢现金。举报人 Truit 声称，官员们要求再支付400万泰铢，由中文翻译在加油站交收。这个新闻在曼谷邮报中显示的是这样的一段话，而中文自媒体由曾经被瑙鲁总领事租用的房子，变成了瑙鲁驻泰国大使馆，这样一来，性质就会有所变化。二、一位中国来的女游客拍视频宣扬自己花了几千泰铢接受了泰国警察代官 VIP 通道服务，警车开到送自己到酒店，以至于原本3小时路程变成了1个小时。如果你看了视频，可能会不难在这位中国女游客满足感洋溢的脸蛋上，发现之前在国内曾经受到的不公正，在这一刻得到了心灵释放，而就在释放的这一刻，几乎端掉了机场接机 VIP 服务，这存在很多年的大锅饭。三、台湾女游客声称在芭提雅警察临检时遭受了27000泰铢的索贿，女游客声称警察的借口是入境章不合法，带到旁边的小巷子索贿。后来剧情发展是调查部门提取了所有摄像头，没有发现他们进入小巷子的视频，并且出租车司机供认女游客上车后估计是喝嗨了，大声说话不冷静。目前事件依然在调查中。我们大概说一下以上3个新闻，从新闻里面不难看出，基本都是泰国警察索贿、利用公权力贪污这些问题上。我的想法是这样的，警察也是人，游客或者被索贿者或者行贿者也是人，每个人描述事情的经过时候，总会扬长避短，所以有些没有证据的事情很难水落石出。我个人的经历和长期在泰国混吃等死的经验来看，就泰国警察索贿这个问题来说，它是确实存在的，并且非常普遍，基本存在于小额金钱上面。但是，一旦出现了大事，比如第一个新闻的事情，牵涉到可能是漫长刑期的大事，我想出现索贿几百万也不是不可能的。我在之前的视频也说过，外国人想在泰国安稳的生活，必须要做到遵纪守法。当然，完全遵纪守法是不可能的，泰国很多法律也是不健全。我建议在你准备违反这个法律的时候，要考虑到你能不能解决后续的问题，这个很关键。如果你不能解决，建议不要尝试。能不能解决，不是一言两语能说得清，需要依靠你自己的判断。至于第二个新闻，我之前有个视频特地提到机场代官的事情，我的意思很简单，你想获得 VIP 特权，有本事不花1分钱，次次都有，或者你可以花钱买一辈子的 VIP 服务，而不是一辈子就这一次，这样没什么意思。我个人觉得花钱买一次这种服务，目的是什么？体验一下人上人的滋味。我觉得买这种服务的人，基本都会是自身生活在不公平社会里的人，官本位思维很严重，对特权崇拜甚至膜拜，才会有这个想法。我觉得大可不必这样做，也没什么意思，老老实实做人比什么都重要。第3个新闻，我一开始就怀疑女游客描述的真实性，事情还没有水落石出就不好评判了。总之，泰国警察为什么一下子在浪尖没完没了的飘来飘去，这一定是有历史原因的。我没听说过有人大面积的投诉香港警察索贿，就连电信诈骗，骗了很多香港人钱财的那种电信诈骗，他们冒充的永远是大陆公安，绝不会傻到，喂，你是 XXX 吗？我是香港警察，现在怀疑你贩毒等等等等。如果真有这种傻傻的诈骗者，我想他1分钱骗不到，每天都是在浪费口水。所以说，这个世界是公平的，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总之还是那句话，在泰国生活，最好不要碰你解决不了的事情。人生怎么活，都是活，
这世界没几个人可以当李嘉诚，当不成李嘉诚，快乐的活一辈子也行。最后，祝愿每一个好人、好心人都能快乐活一辈子。